小男孩被人贩子一脚踹进海里，他开始拼了命的挣扎，结果人贩子却十分得意，还顺便向男孩吐了口糖浆，直到另一个人贩子将男孩捞起。此时男孩被困在这里已经有6年之久，他白天在渔场干苦工，晚上就被铁链拴在一个狭隘的房间里，默默承受着一切。只是他还不知道，父亲为了寻找他，几乎每天住在车里，甚至跑遍了整个泡菜国。母亲更是郁郁寡欢，经常活在和儿子相处的幻想里，好好的家变得支离破碎。这天，父亲突然收到一条短信，是儿子被找到的消息。其实他本不想搭理，因为6年的时间里，他见证了太多的欺骗和谎言。可没想到对方又发来一张照片，照片里是一个男孩的背影。这下父亲坐不住了，寻子心切的他赶忙驾车前往。然而就在一个十字路口发生了意外。奄奄一息的父亲第一时间想的是手机，不料再次发来的消息告诉他，这只是一场恶作剧。可怜父亲到死也没能再见儿子一面，母亲还没从痛失儿子的悲伤中走出，却又和丈夫阴阳两隔。而恶作剧的始作俑者竟是2个小学生，他们不用承担任何后果，仅仅只是露出背影送上道歉。可也因为这场报道引出了6年前的儿童失踪案。看着画面里的男孩似曾相识，年轻的警察好像发现了什么。这个父亲为了寻找失踪6年的儿子，直接开车闯了红灯，结果下一秒，另一边，年轻的警察在新闻中发现这个孩子好像在哪儿见过，可一旁的老警察却让他少管闲事儿。第二天，他还是来到渔场，看着眼前的男孩，他在报纸上勾画了几笔，越发觉得相似，可周围的人都说不像，殊不知他们都是一群黑心的人贩子。报纸上还说孩子的背部有伤疤，于是他掀起男孩的衣服，果然猜测全中。接着他询问男孩，可面对众多的人贩子，男孩不敢回答。随后他带着上司大山来到男孩的住所，将情况汇报给他，可大山直接将报纸扔在了地上。原来大山和人贩子是一伙的，为了掩盖自己的黑色产业，大山给了他1包马内，要是拿了钱，也就意味着堵上了嘴。令人大跌眼镜的是，小警察竟欣然接受了。此时的静言心如死灰，儿子下落不明，丈夫又意外身亡，她不知道接下来该去向何方。这天，静言接到一个电话，是那个年轻的警察，或许是良心不安，他又将孩子的所有情况全部脱口而出。近乎绝望的静言似乎又看到了希望，随即连夜赶到渔场。大山和人贩子们假惺惺地招待了他，但都说没见过男孩，除了表示同情，也实在是无能为力。他又看向一旁的男孩小智，询问他是否见过自己的儿子。우리가 모르는데 애가 어떻게 알아요? 모른다고。 女人强烈的态度让他心生疑虑。回到酒店，静言发现还有人对他监视，种种诡异表明这里大有问题。于是他趁着大雨来袭，偷偷潜入人贩子的住所，却在一间破烂的房子里发现了儿子的寻人启事，墙上还挂着小孩子的衣服，很明显是被人藏了起来。突然这时，大山带着人冲了进来。眼前这个绝望的母亲刚刚找到被拐的儿子。 아빠 보러 가야지. 집으로 가자, 윤수야. 엄마. 可下一秒，无情的海水就这样将儿子淹没。谁又能想到6年的再次重逢却是永别的绝唱。2天前，静言接到一通电话，对方告诉他儿子出现在一个渔场。然而当他来到这里，这帮目无王法的人贩子却将他视为疯子，对他破口大骂。人贩头子大山更是一巴掌将他扇倒在地。但是他们低估了一位母亲的执着。晚上，静言偷偷潜入他们的住所，结果早有准备的人贩子将他抓了个现行。大山念在他疯疯癫癫还寻子心切的份上，警告他下不为例。面对敌众我寡，静言只好暂时放弃。第2天一早，他便以准备继续寻找儿子为由，决定离开。临走前，他想拥抱一下女人的儿子小智，以求安慰和好运。实则他早已报警，只为拖延些时间。可小智却悄悄告诉他，这时警车赶到，但当看到从车里下来的竟是人贩头子大山时，静言的心沉到了谷底，只能再次等待时机救出儿子。另一边，小智告诉民秀，他的母亲来找过他。或许母亲2字是一根被拨动的弦，民秀对自由产生了强烈的渴望。夜晚趁着人贩子熟睡，他们打开枷锁跑了出去，然而没跑多远就被再次抓住。恰巧这一幕被赶来的静言撞见，民秀见状甩开大山再次逃跑，却来到了正在涨潮的码头。结果发生了开头的悲剧，静言再也绷不住了，直接晕了过去。再次醒来时，已经被绑在了船头。此时一个小卡拉进来，想要对他图谋不轨，殊不知一位走投无路的母亲已经无所畏惧。小卡拉还傻兮兮的给静言松了绑，
然后便脱起了衣服。静言捡起地上的针管，对着小卡拉的脖子就是一针，一阵酸爽来袭，小卡拉当场领了盒饭。随后他抄起家伙来到大山的房子，上去就是一顿输出，可人哪咬得过狗，大山一把将他扔了出去，然后掏出左轮就要送他去西北。静言见状，对着大山的蹄子又是一下，接着他救出小智开始逃跑，哪想疯狗般的大山在后面穷追不舍，一路将他们逼到码头。就当他准备扣动扳机时，上天突然开眼，猎枪发生了走火，一波反向操作直接带走了自己。这下危机总算解除。第二天，警方将这些人贩子全部抓捕，可静言却带着遗憾决定自杀。这枚针管他早已准备多年，却不曾想今天会2次派上用场，这何尝不是一种心酸与无奈啊！就当他准备了结自己时，竟在不远的海滩上看到了儿子的尸体。他强忍伤痛，将儿子一把抱住，气诉着自己的无力，却意外看到了儿子的脚趾。原来他的脚趾有裂痕，儿子遗传了这个基因，所以眼前这个可怜的男孩并不是他的儿子。这一刻，他不知道是该庆幸还是继续悲伤。1年后，他在一所孤儿院找到了自己的儿子。影片的结尾算是一个安慰的结局，至少不会太过虐心，可背后却是对人性善恶的审判，是对漠视甚至参与拐卖儿童的人们良心上的谴责，是那些被拐儿童的呐喊。请不要放弃我们，一定要找到我们。我们下期见。